透明膠帶頭不好找怎麼辦？別擔心，今天為大家分享幾個方法，輕輕鬆鬆就能把膠帶頭找到，再也不用這樣一直用手去摳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鵬鵬。透明膠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常用的一種小工具，比如說拿來粘我們的快遞盒、發快遞等等都可以用到它。而我們用之前都會找到膠帶頭，看一看，顧名思義，透明膠帶，透明膠帶，沒錯，就是透明的，所以導致我們的膠帶頭非常難找。你看，都轉了這樣一大圈，還是沒有找到膠帶頭。像有手支架的朋友還好，如果沒有手支架的朋友，找起來會困難，更困難。那麼怎麼辦呢？別擔心，來看一看以下幾個方法，都能快速找到膠帶頭。方法一，找一根牙圈，因為牙圈兩端特別的尖，我們可以這樣一直沿着一個方向來回滾動。你看，這裡有阻礙的感覺，就是膠帶頭。如果這一邊我們沒有這種阻礙的感覺，就可以換一邊繼續這樣搓，直到搓到像這裡有這種阻礙的時候就可以，然後再這樣搓幾下。你看，膠帶頭就自動找出來了。而且用牙圈找到膠带头，我們每次使用過後，我們也可以把這個牙圈給它粘在上面，這樣你下次再使用的時候找膠帶頭就非常方便了，只需看到牙籤就能搞定，非常簡單。當然，我們每次用完過後，也不用再去找剪刀了，我們直接用牙圈的一端搓一下，就能輕鬆把膠帶給撕下來了。怎麼樣，朋友們，這個方法還不錯吧？方法二，找出一把家裡面的這種廢舊鑰匙。雖然說廢舊鑰匙它頂端不尖，但是我們完全可以用側面這樣一直這樣刮。同樣，當你感覺到有阻礙的地方，那麼就是膠帶頭。這一邊沒找到，我們再換一邊，繼續這樣刮。看，這裡有阻礙了，沒錯，這裡就是膠帶頭。這裡看，稍微用力一點刮這裡，看一下，這個角它就折起來了。然後我們仔細順着這個角，同樣的道理，我們用完之後也可以把鑰匙給它包裹在膠帶頭這個位置，下次使用的時候也能快速把膠帶頭給找到。那麼鑰匙它能不能把膠帶給撕斷呢？也可以的，把它翻過來，因為鑰匙雖然說不鋒利，但是還特別的堅硬，用力一搓，你看。這樣就起口子了，輕輕鬆鬆就能把膠帶給撕下來。第三，我們可以用一枚硬幣，同樣的道理，這樣來回在透明膠上這樣刮蹭，左右刮蹭。當你感覺到有阻礙的地方，那麼就是膠帶頭了。
這裡就明顯的有阻礙，然後稍微用力，看一看，這樣頭子就折起來了，对吧？最後撕開即可。同樣的道理，也可以把硬币粘在膠帶頭這裡，方便下次使用快速找到膠帶頭。第4種方法，隨便找一支筆，只要它能畫出筆畫來即可。沒錯，像這個畫筆、眉筆都是可以的。雖然說它特別軟，但是非常好用哦，輕輕鬆鬆就能找到膠帶頭。我們只需這樣，一直沿着一個方向畫上一圈。現在畫完一圈了，我們來看這個痕跡，這裡你看，這裡就是有斷層的地方，沒錯，那這裡就是膠帶頭，看吧，是不是很明顯的地方？這裡沒有連接上，沒錯，因為這裡就是膠帶頭，它是連接不上的，所以我們只需在這裡輕輕摳2下，膠帶頭就輕鬆找到了。而這時候我們就要學會徒手撕膠帶，其實也非常簡单。這樣把膠帶這樣折一下，看見沒？折成這樣，稍微用指甲把折疊處刮一刮，像這樣刮的就特別堅毅了，然後用力一扯，用力，你看，這樣就把膠帶給扯下來了。怎麼樣，朋友們都學會了嗎？怎麼樣，朋友們，關於如何快速找到膠帶頭，如何快速把膠帶給撕開的這些方法，你都學會了嗎？你還知道更多其他的方法嗎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，我希望這些方法能夠幫助到更多的朋友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，制作不易，如果你覺得對你有幫助的話，那麼就給我點個讚吧，我們下個視頻不見不散，拜拜。